目前春夏秋冬用起来都是非常喜欢的。你要说完全零脱妆是不可能，它算是沾染程度算是小的，而且它就算脱妆后用粉扑推一下等等，它的妆感都还是会恢复到很漂亮。Hello， 我是薛零六，今天跟你们分享主题呢，就是2021年的我的爱用品，关于保养品跟彩妆类的分享。那今天影片呢，可能背景有时候会很吵，因为外面有在施工，请你们务必开启字幕啊，我都有提供字幕，请记得打开，那这样就不会被外面的声音所干扰了。那我先分享一下我本身的肤质，我本身呢是混合肌偏油的皮肤，那通常呢是在夏天出油比较明显，那在秋冬天呢，就现在这季节出油状况还好，那两颊会比较偏干一点点。那我今天分享的呢，都是我喜欢爱用的产品。不过因为我觉得保养品啊跟彩妆品这种东西就比较针对于不同的肤质，还有在不同的天气下使用，它们呈现的状态跟效果也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影片哦。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那首先第一个要分享的爱用品呢，就是防晒。我觉得防晒真的是必备。那我之前呢有买过一些开价的其他品牌防晒，韩系品牌有出的一些控油的防晒。不过呢，我目前真的用下来，觉得我的心头好就这两个，一个是 Pony， 一个是 Ali， 这两款的防晒呢，真的是我目前用下来我觉得最有感。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它们用在皮肤上的感觉很舒服，不会很厚重，属于比较清透型的。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们防晒效果是有明显感觉到的。它们两款都是 SPF 50的哦。通常像 SPF 50的防晒，有些用在脸上就是会比较厚重，比较有闷感。可是这两款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两款呢，目前春夏秋冬用起来都是非常喜欢的。那目前 Ali 这一款呢，玫瑰系列的，它用在脸上呢是会稍微提亮皮肤，但是不是死白的那一种哦。那 Pony 这款呢，用在脸上是完全没有颜色的，它涂在脸上是透明的。我觉得这两款用在脸上之后，你再上妆，它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底妆的。那在这里分享给你们哦。那再来第二个呢，是韩国的品牌叫做 Dr. Lacto 舒缓凝胶。买的时候呢，网拍上就有特别写说，这舒缓凝胶呢里面是含有积雪草的成分就对了。因为疫情关系，出门一定要戴口罩。那这段期间其实我戴口罩啊，就是每次这样戴着，像下巴跟脸颊这部分，就是很容易长一些闷痘，然后都是长那种没有头的大痘痘。我相信在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一样，当然如果你本身的皮肤状况已经到很严重的话，还是建议要去看皮肤科医师哦。那我在这里讲的是平常状态还 OK， 只是有时候因为天气太热，或是卸妆不当啊，甚至因为戴口罩太闷的关系，导致长痘痘的话，我最近是超爱用这款舒缓凝胶。为什么我会用到超爱呢？就它弄在脸上的感觉就是凉凉的，没有什么刺激的感觉，而且我自己用下来，我就觉得感觉蛮有感的，就是那种闷痘没有头的大痘痘啊，没有化妆的话，早晚都可以使用。然后我就觉得它痘痘消得特别的快，像我这里原本有一个比较大的痘痘，现在已经消很多了。鼻子这附近原本也是长一颗就是浮起来痘痘，它现在已经消到几乎都看不见了。所以呢，这个舒缓凝胶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帮助我非常多，因为今年的夏天戴口罩的关系，整个脸就是被闷到长了非常多大痘痘，我几乎都是抹它，然后整个脸的状况就是改善了很多。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哦，皮肤问题真的很严重，一定要去看医生哦。那再下一个呢，都已经说到舒缓凝胶了，那不如来介绍牛尔这一罐草本抗痘粉刺调理水。这一瓶呢，也是我今年的心头好，因为有时候我都觉得皮肤摸起来角质好像粗粗的，然后不够光滑，然后甚至就是觉得好像脸上有很多小粉刺啊，导致在化妆的时候妆都比较容易浮粉等等的问题。
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很常使用这瓶调理水。那基本上呢，使用它，我觉得用在脸上的感觉很好。它弄在脸上呢，也是会有一种凉感的感觉，因为里面添加的是茶树，所以我觉得它对于即将要长出来的一些痘痘啊，或者是一些粉刺问题呢等等，我是觉得改善的还不错。所以我目前就是还蛮喜欢它的。我是觉得它针对于像我们这种混合肌偏油，然后甚至就是毛孔会比较明显的人，我觉得使用它感觉都还蛮舒服的。所以平常我就很喜欢洗完脸后拿化妆棉然后沾湿它，主要会清洁在像这个鼻翼两侧、脸颊的部分还有下巴这里，针对这几个部分我会去进行擦拭。那下一个呢，就是关于彩妆品了。这是兰蔻的零粉感，还有 L'Oreal 的粉底液。今年度如果要我选的话，我绝对是会选兰蔻这瓶零粉感的粉底液。这一瓶我真的超喜欢，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小的用完以后，我又再去买其他小的，就像这样子，体积小可以囤货，它们收纳比较方便。然后外加是因为我觉得小包装感觉也比较卫生，用完以后就可以直接丢掉。原本的每月爱用品呢，我有推荐过这 L'Oreal 这支，可是这一次呢，我是要分享年度爱用品呢，我反而是会推荐兰蔻这一支。那为什么 L'Oreal 这款比较没有这么喜欢的呢？是因为我有发现，如果你在天气太热的状态下，就是你的脸有大流汗，然后又出油，这款粉底液呢，它会暗沉，我觉得很可惜。不然它其实像控油能力啊，还有遮瑕能力，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可是因为它会暗沉这一点，好像不太好。这款兰蔻零粉感的，我目前使用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惊艳到。我觉得它的粉质很细致，它有一定的遮瑕度，大概遮瑕度我个人认为大概5成左右。然后用在皮肤上呢，皮肤的质感会看起来很好，就看起来肤况会蛮好的。然后重点是它不会暗沉，我觉得粉底液不会暗沉这一点真的就是会先加分。因为我觉得只要粉底液暗沉的话，你就会觉得整个脸看起来非常的暗淡。然后外加呢，兰蔻这个零粉感，它们是属于就是抗摩擦型的粉底液，就如果你戴口罩啊，也不太会脱妆等等。那我目前实测过，的确它不太会脱妆。你要说完全零脱妆是不可能，它还是会稍微一点沾染。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粉底液比较起来的话，它算是沾染程度算是小的，而且它就算脱妆后用粉扑推一下等等，它的妆感都还是会恢复到很漂亮的状态。而且它不管任何季节，之前春夏天使用到现在秋冬天使用，它都完全还是可以耶，就不会因为天气的变化用在脸上会太干等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瓶我真的很喜欢。那说到保养呢，怎么可以忘记乳液？那乳液其实我用来用去，我最爱的还是凡士林这一罐，就是凡士林深层修护润肤露。他们这系列乳液呢，其实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黄色包装的。我之前买过他们白色的啊、绿色的啊，然后跟可可色的，我觉得用起来都没有黄色的来的喜欢。我觉得黄色的首先味道我就很喜欢，它的味道就是属于比较中性的，男生用也可以，女生用也可以。然后外加我觉得这个乳液呢，在冬天用起来它的滋润度很够，就是它吸收完后皮肤也不会黏黏的，延展性也很高，所以我冬天呢特别喜欢用这一罐。最后呢，要分享这个是韩国的遮瑕盘，它是4色遮瑕盘。那我目前使用它，我先说我很喜欢的点是，它遮瑕度够以外呢，它还是有点滋润度的，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干的遮瑕。我今天眼下就是用这款遮瑕盘遮的哦。那其实我眼睛下面会有一点点干纹，我目前用这款遮瑕遮上去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干纹会比较没这种明显。如果你要跟那种非常水润的遮瑕膏比起来的话，它当然是没有这么水，可是它的质地来讲，它已经不是那么干的，所以使用上我还蛮喜欢的。你要针对基本的痘疤遮瑕，它就是完全够用的。然后呢，它有4个颜色可以互相调。我在使用粉底液之前呢，我会先使用下面这2个颜色，比较偏红的颜色呢，去校正我的黑眼圈。然后校正完毕以后呢，我会再上粉底液。上完粉底液以后呢，我会再用上面这2个，尤其浅色这个来局部打亮我的泪沟，然后跟鼻翼呀、嘴角两侧。这款遮瑕呢，我会特别拿出来推荐，是因为我在开价有买过一些遮瑕笔，但是我觉得它们都会有些微暗沉的问题。然后像这款遮瑕盘呢，是我目前用的遮瑕，我觉得没有暗沉问题以外，又可以遮在我眼下。但是如果你的眼下真的特别干的话，
或许用它还是会偏干一点点，因为毕竟这个遮瑕膏还是比较偏膏状，它不是那种水状液态型的。眼下要做遮瑕之前呢，那个保养一定要做好。我目前觉得呢，它算是遮起来算是遮的蛮自然的那一种，就是不会让你的脸上的妆感很厚重。所以这盘4色遮瑕盘呢，也是我今年2021年很喜欢的遮瑕盘之一哦。好咯，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我相信一定都会有一些遗珠之憾，有一些可能我没有分享过，或者是我没有买过，我没有用过，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2021年呢就即将结束，我接下来就到2022年了。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带着漂亮的心情准备过年，也希望疫情呢就是快点结束。那今天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按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哦，拜拜。